水泥？哪儿来的水泥？醒了。3个小时，他在家没叫我。喝完早点休息。老管道反潮，锁了省心。锁了省心。今天回得早。液体是温热的，微甜，他在等。每一个动作都是苏池的习惯，冲洗2遍，倒扣，擦手，和宋景消失的方向一模一样。他用的是我的杯子，倒扣在沥水架上。那我今早用那只杯子喝水的时候，杯子是谁洗的？又看电视睡着了，跟你说过多少次，困了就回床上。我睡了多久10点不到就睡了，现在快1点了。今天回得早。他在等。确认第一个差异项，左脚落地存在补偿性停臀，非本人不抬。确认第2个时间节点，地下室停留时长2小时36分钟。
这张脸有2张。喂，林姐，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个人。谁？我丈夫。怎么回事？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先知道他跟我说的所有关于他的事，有几件是真的。倒扣的手机屏幕亮起，诵经，震动声闷在大理石台台上，像一只被按住翅膀的飞虫。屏幕的光照亮洗手台边缘一道极细的裂缝，我没有接。回到家的时候，鱼已经做好了。回来晚了，鱼有点凉了。路上有点堵。查到了，你丈夫宋锦3年前报过一次失踪案，报案人是他自己失踪对象妻子。单方申请变更婚姻状况，原配偶信息注销。他说他是初婚，他说他父母早亡，没有亲戚，婚礼只有我这边的人。那这个被注销的配偶是谁？我就知道你看到这张会打过来。什么意思？原配偶信息注销，他人呢？死了？离婚？苏池，你老公的婚姻登记记录不止1条，我权限有限，往下深挖需要时间。但有件事我建议你现在就知道。你说。查一下你们小区附近的失踪人口，特别是女性。因为系统里和你丈夫那张身份证号关联地址，过去7年换了3次，每一次迁出的时间点都靠近当地一个女性失踪案。我现在手头资料不全，没办法给你结论。但苏池，如果他说的所有关于自己的事情，你都只能听他的一面之词，那他就有问题。我知道，保持理智。我知道。别打草惊蛇。苏池，你在里面吗？苏池，他不叫我你，他叫我名字。
他没下来，他不质问，不确认，他知道我在下面，他只是把我锁回去。过去7年，你丈夫居住地半径5公里内5名失踪女性，其中一个 DNA 数据库里有，叫黎薇。你往下翻。4年前，4年，他们结婚是3年。我问宋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他说3年前，3年前。你丈夫的第1段婚姻，结婚对象就叫黎薇，婚姻持续14个月，登记注销的原因是人事配偶宣告失踪，苏池，这是他第3个迁出地，第3个失踪者的关联地。苏池，那个上扬的尾音，那个停顿，不是我的习惯，他在模仿某个人的语气。如果宋景爱过黎薇，如果这是他怀念他的方式，那个左脚落地的确认，不是他在紧张，是他在检查这具身体走路的方式。吃饭、喝水、洗杯子、上楼，那些动作不用检查，因为那些习惯属于黎薇的时间比属于我久得多。我不是第1个，我是被复刻的最像的一个。他第1次端牛奶给我是2年前的3月份，那时候我说不想喝。助眠的，对皮肤也好。谢谢。现在倒回去看，那不是体贴，是剂量测试。你最近老在家窝着，公司没事儿啊？换工作了，互联网公司，在家办公更突然？想多陪陪你。不是突然，是上一个失踪者已经对接完毕，需要更多时间处理下一个。这下面是什么？老管道反潮，锁了省心。所有让我觉得被爱的细节，在时间的着作胶上，全部都是控制，每一个都是。林姐，先不要联系宋锦，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什么事？查黎薇失踪前最后一次产检就诊记录。如果从明天开始我失联超过48小时，就去查我家地下室的旧房产备案图纸。这栋房子在建的时候，规划面积和实际面积对不上，多出来的30平米就在我脚下。它可能不在墙后面，可能在我没挖到的更下面。16:39，18:71，19:11，20:58，21:23，一共17个。最后一个日期是3个月前，被红笔画了个叉。3个月前，如果这上面每一笔都是一个名字，那第18个已经开始测了。宋锦买的，2年前开始，和那杯牛奶同一个时间段进入他的生活。苦的，素那种微酸，是化学品的苦，舌尖一触即麻。哪儿都洗不干净。
醒了，昨晚睡得好吗？还行。留心，永远留心。从我说喜欢那天开始，一次都没失误过。我今天可能会晚点回来。加班？公司新接的项目，这几天都要赶。别太累，你最近气色不太好。是吗？我晚上给你热牛奶。你昨晚的话我查了，先说房子的事儿。没通过。对，不被允许。但施工记录显示，那32平米在申请退回后2个月就交筑完毕了。记录，你老公买这栋房子的时候，这个漏洞已经在产权文件里了。他不一定是那个建的人，但他一定知道这个结构。还有你要的产检档案。当天护士站的访客签名册上有2个名字，第一个是他自己，第二个你自己看。他那天下午去挂了号，见了医生，然后写了这个。没有人注意，或者说，他还是在6天后消失了。你要查的17个日期，我挑了3个最近的，进了系统对比。什么结果？每一个日期不是失踪时间，是结案日期。受害者被确认死亡，凶手未归案，已悬案封存。16、18、19。你不是在看死亡时间，你看到的是案件被杀死的时间。宋景在记录他的作品。3个月前结案的那个女人，她叫什么？住哪儿？她在哪一张厨房桌子上吃过她煎的流心蛋？然后你去哪儿？回公司。苏池，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查黎薇的孩子在哪儿？她失踪的时候，孩子还在肚子里。查她生的那一天，哪家医院？有没有活体记录？这不是我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争夺，地下室里那个只是她作品集里的一件半成品，而我不是半成品。她在我的维生录里下了2年的药，每一天都可能是在准备封存。她的作品需要一个终点，17个日期，17个结案，她需要一个第18个。她会用最温柔的方式把那个日期写进那个旧笔记本里。只要我还继续吃掉她的煎蛋，喝掉她的牛奶。这张图是建筑商提供的原始蓝图，所有结构都和现状一致，除了这里一个凭空多出来的，没有编号，没有功能说明，就像是被人故意藏起来的。黎薇，你的第一任妻子4年前3月17日在晴川超市门口失踪，失踪时怀孕12周。今天这么早，怎么了？宋姐，我想跟你聊一聊黎薇。谁？你第一任妻子，4年前3月17日在晴川超市门口失踪，失踪时怀孕12周。她的失踪档案至今未结，案件编号 A031724。她的最后一次就诊记录，妇幼保健院护士站访客签名制上，她在自己名字下面写了4个字：救救孩子。在系统里，如果哪天有人打开我家地下室里那面空心墙，可能会找到和她匹配的。你知道多久了1个星期。？1个星期？你查东西的速度比我预估的要快一点。你知道吗，苏池，你永远比我预估的要聪明一点。所以你承认了？宝宝还好吗？他没有可能知道。早上我自己在家测的2条线，没有任何人。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对你的身体比你自己更清楚。
每天的饮食、药物、随传师记录。苏池，你已经很久没有来例假了。记录每一个杯子、每一粒药、每一次在沙发上睡着的时长。他不是丈夫，他是鬼当女。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我排在什么位置？第17还是第18？你不是我的作品，你是我唯一没有打算完成的作品。关于地下室，关于水泥，关于17个女人，关于那个模仿她的替身，全部卡在喉口。我盯着她的眼睛，试图从里面找出谎言，找到表演的痕迹，找到猎人在戏弄猎物时的残忍奇感。没有打算完成。什么？李薇不是第一件，第一件是叶子，大学同学。他把我的论文署上他自己的名字交上去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碰了什么。苏池，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吗？你和他们都不同，你看见的世界比他们真实，但你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你不该告诉我你已经知道。你打开了地下室的门，你查了李薇，你通知了警察。他从什么时候知道的？他知道林雨。你以为你在破局，但苏池，你忘了，捉迷藏最重要的不是找，是藏。你一旦开始找，就进入了游戏规则。你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什么选择？留在游戏里，或者退出。如果你选择留在游戏里，我们按你的节奏来，你查你的，我做我的，看看谁才是最后赢家。如果退出呢？退出就是今晚，你不用查了，我也不用等了。最后一个日期就是明天。1、2、3、4、5、6、7、8。我选择第3种，我要你从里面把游戏规则打碎。第18个名字，苏池。重心偏右，左腿比我的实际腿托短了一点。他模仿的是一个腿长和我不完全一致的身体模型。这杯是倒给我的，还是给你自己的？你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脸，害怕吗？你在地下室多久了？我是你的一部分。你最好坐下。他的药在胃里发作只要8分钟。你即使没喝，过去2年每天摄入的累积剂量已经让你的神经系统产生了依赖。你现在感觉腿有点发软，不是因为你害怕，是因为你的血液浓度不够了。你还有2分钟时间，2分钟后你会站不住。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因为他也是这么对我的。我叫方瑜，他的第4件，在你之前的那个。第4个，那黎薇是第几个？他把名字改了，还是第4个是另一个名字，被我从日期上漏掉了？你手上这杯奶是给我准备的，今晚我需要出去。楼下那面墙后面是几个？没有尸体。苏池，你猜错了一件事，很重要的，让你一直在原地打转的事。什么？那面墙后面不是墓地，是档案。复刻过的每一个人，他都会做一个完整的记录。
照片、声音、视频、骨骼扫描，所有的数据都存档。他要的不是杀，是替换，每换一次就比以前更精确一点，直到找到一个足够完美的版本，让他不必再换。完美的版本是什么意思？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脖子这里的曲线和下颌角，是你这张脸上最独特的地方。他选你不是因为你漂亮，是因为你的面部结构最接近他想要复刻的一个人。谁？我今晚出来不是为了替你问问题，我是为了帮你。为什么？因为用不了多久，他就不需要我。以前每一次替换，上一件都会被处理掉，但没有尸体。那他把人藏在哪儿？在每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在他记录的档案里，你只能看到日期和结案编号，你看不到尸体怎么消失的。下周他会换锁，是地下室里那扇门，是那扇。换完以后我就出不来了。苏池，但你能进去。用一个只有你知道的方式，你不是查出了他17个结案日期吗？他有弱点，那些日期不是随便记的，是他对自己第一件作品的时间强迫性标记。你不能从结果里找破绽，你需要从他做第一件的现场里找到他还没成长到完美时留下的东西，拿那个东西来死他现在的自己。第一件，叶子，大学时期。我从他房间里偷的，可能是他唯一留下来的纪念品。他所有其他作品都只记日期，这一件，在你还能出门的时候去查。你为什么不自己跑？因为我跑不掉。他知道我的每一处细节，每一个习惯，每一个我能想到的逃跑路线。但你还有他不知道的部分。你说你是那个人的妻子，他的什么东西？今天也加班？最近忙。晚吧。晚上想吃什么？鱼，你上次做的那个。好，注意安全。他的妻子，也可能是他最后一件作品。那你应该看到叶子当年最后看到的那个地方。进来。有一次，叶子从这间实验室出来，全身都在发抖。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宋锦用了一整个下午给他讲人体的哪一块骨骼可以取下来，而不留下任何证据。他说他是在开玩笑，我们都觉得他在开玩笑。后来呢？1个月后，叶子被发现倒在北门外的绿化带里，身上没有任何外伤，法医鉴定心脏骤疼。不是失踪案？不是，是死亡镇定，自然原因，没有立案。第一件作品，叶子，大学时期，他一开始就做到了。那时候他只是个学生，他不是后来才变得精密，他是从一开始就精密。叶子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没有遗物，警方收走了他所有的私人物品，但是他上个月老校区搬迁，后勤清理旧储物柜，从一个废弃的铁皮柜最底层翻出这个柜子的编号是叶子当年使用的那一排，锁是坏的，
谁也没打开过，里面就这个。毕业前最后一天，要和所有合个影。我叫叶子，我要把这些记下来。宋锦有一个规律，任何人只要他判定为背叛，他就会启动一个规程。背叛的定义不是出轨或离弃，是对他的时间线进行干扰。他把人生分成了很多个精确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的变更需要一个人来标记，我就是第一个标记。他告诉我，从我开始，往后每一个周期，他都会换一个人来代替上一个。这不是杀人，是迭代。他要迭代出一个完美的人来纪念他的母亲。他母亲在他7岁时死在自家地下室里，死前留了一张字条，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被人真正看见过。他要造出一个能被完完全全看见的人，来证明他母亲错了。所以他记录每一个模仿对象的一切细节，从骨骼到阴天到指纹，他的数据库一直在增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他的筛选里变成第一个，可能只是因为拒绝他那天说了重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有行为都有一个致命弱点，他必须亲口告诉你他为什么，不是忏悔，是关道，是他流程里不可省略的一步。当你被他确定为最终版本的时候，他会给你做一对面1对1，把所有真相全部说出来。那一刻是他唯一不设防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被听见。还好吗？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没有变成他的完美作品，那么请帮我做一件事，不要在他面前害怕。他不会杀他害怕的人，但他会蔑视害怕他的人。谢谢，你帮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忙。叶子的信，方瑜的话，所有线索，他没有在骗我，他对我确实不一。他对我是唯一没有打算完成的作品，因为我不是来被他替代的，我是来被他归档的。他会给我做总结陈词，面对面1对1，把所有真相全部说出来。那一天就是他唯一不设防的时候，那就是规则唯一会露出裂缝的时刻。我必须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活着听完他的录音。查到了，他母亲死亡日期6月7日。6月7日，今天6月3日，距离那个标记一切起点的日子还有4天。你回来的比我预计的晚。4个小时的高铁，1个小时的地铁，加上在学校里等人，等人下班后带我去那栋实验楼，还有在那栋楼里看完一整封信，当然会比你预计的晚。叶子给你的评价，你要不要听一听？他说，他不会杀他害怕的人，但他会蔑视害怕他的人。我想确认一下，你现在是在蔑视我，还是在害怕我？他在信里还说什么了？说了你母亲。6月7日，你再给自己设定一个限记日，你所有的作品都在为这一天做标记。你不只是想要一个完美复刻物，你是要在这一天把那个被你复刻的人和你母亲放在同一天，这样你就能在同一页日历上重新改写他死掉那天的所有意义。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吗？你说过，我和他们不同。对，但不同在哪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在我做完所有的复刻之前，
就把我的起始点挖出来的人。我没有否认。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在6月7日那天给我做你的总结陈词？叶子说，你很需要最后一刻的仪式感，需要一个活着的、清醒的见证者，来听你讲完你为什么要做这一切。这是你唯一的弱点。苏池，你一直在找弱点，你以为时间强迫是我的弱点，母亲忌日是我的弱点，但你有没有想过，那张校园卡为什么会在方瑜手里？方瑜为什么选择把它交给你？校园卡，窃听器。方瑜左脚落，不一定。他说那张校园卡是从他房间里偷的。如果那张卡从一开始就是宋锦给他的呢？他主动把卡推给我的动作太果断了，太准了，正好放在我视线落点。那句你还有他不知道的部分，如果这句话也是他让他说的呢？方瑜已经从地下室出来了，现在他就在楼上。这次的迭代，不是从地下室往楼上走，是从你这里往回走。他取代我，然后他取代你，你们两个，我只要留一个。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因为叶子说对了一半，他说我必须在最后给一个人把所有真相说出来，但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是你要留下来的人。是你。方瑜在2手主卧，他不会再回到地下室了。苏池，现在这栋房子里的局面很简单，你、他还有我们3个。接下来的4天，我和他要的是一个最终版本，你要的是活到6月8号。你觉得谁更快？方瑜是第4件，我是第5件。4年前黎薇被复刻的时候，方瑜也在那间地下室里。黎薇求救的时候，方瑜有没有帮他？还是方瑜帮了宋锦？不是我和宋锦，不是我和方瑜，是3个人，同一座房子里，每个人都在利用另外2个人的信息差。这不是遗书，这是给下一个人。如果我输了的话，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没有活到6月8日，你现在被选为第6件或第7件，我不知道你能看到多少，但下面的话你一定要记住。记住，我怕到那天我会忘掉我是谁。早安。今天的牛奶里没有东西，你可以放心喝。他现在需要你清醒地参与这场游戏。校园卡上的窃听器是你装的吗？不是，是他放的。但我知道那上面有，给你的时候我没告诉你，这是我的问题。我帮过他，但我没帮过他杀人。黎薇那件事从头到尾都在我的意料之外，
你多久了？快3年了。黎薇被带进地下室的时候，我在那个里面已经待了半年。他让他以为他是来替代我的，但他不是，他是来接我的。一个人是往上换一个人，从地下室到客厅，从客厅到卧室，每次都是前一个人成为弃子。黎薇现在在哪儿？他写了救孩子之后第6天，在地下室里早产了，孩子没活下来。黎薇那天晚上跑了出去，我不知道他跑出去以后发生了什么事，但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方瑜说黎薇跑了，如果他真的跑了，为什么宋景笔记本里他是一个结案日期？他是确认死亡才会结案的人，他什么时候确认黎薇死了？你怎么知道黎薇是早产的？他说他早产，那他生的证据呢？那是完全夫妇的生。我问的不是你，我问的是他的孩子。如果有孩子，那尸体呢？尸体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许根本就没有孩子，也许是假的。我听黎薇说过，她做亲子鉴定那天，怀疑的不仅是孩子的父亲，也可能是有人根本没让她真的怀孕。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因为6月7日，他要选的不是我，不是我，也不是你，是他和我们中的某一个，一个成为最终版，另一个成为档案。苏池，我不想变成他笔记本上的第19个日期。救孩子，如果孩子不存在，那他在求救什么？他在想，我终于有一个不能失去的东西了。但如排好的幻觉呢？就像黎薇的孕期档案，就像地下室那杯永远放在茶几上的牛奶。第3，方瑜有个习惯，他和你说话时会用右手碰你的手臂，但他的右手没有力气，不会真的碰到皮肤。如果哪天他用右手捏疼你了，那一定不是方瑜。在灰烬消散之后的绝对沉默里，思维像冰层破裂。黎薇说方帮他逃出去过一回，方瑜告诉我，黎薇那件事从头到尾都在他意料之外，有一个人在说谎。你下去那么久，找到你要的东西了吗？找到了，我找到了黎薇。他说了什么？他说你帮他逃出去过一次。黎薇求救的不是肚子里的孩子，他求救的是方瑜。方瑜说他在黎薇已经在地下室里待了半年，黎薇在签名簿上写救孩子是在失踪前第6天，也就是他被带进地下室第4天。那4天里，黎薇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一个被他当成了什么人的人，那个人是方瑜。黎薇不是失踪，他是跑出去的。方瑜说的可能是真的，但他跑出去不是逃离宋金，他是去求救。去求救的方法失败了，宋金把他做成了结案。那我肚子里这个呢？是真的，还是宋景档案里下一行标注着孕期的伪造产检记录？你这次要的东西太奇怪了，黎薇孕期的 B 超影像，这种隐私档案我托人调出来是要担责任的。我知道，我只用1次。林姐 ，B 超影像会有编号吗？什么编号？不是病历编号，是图像文件编号。每台机器每一帧输出都会有对应的数字标记，你帮我看一下，医院系统里有没有这个编号的记录？系统里面没有这个 B 超号的记录，这张片子不是从机器里输出的，是有人用其他片子替换了，留着做证据，别弄丢了。你现在要去哪儿？回去。宋景今天中午要出门，他不在的那2个小时是我唯一能确认地下室构造的时间。
找到了。一共17个文件夹，对应17个结案日期。不是失败，是偏离。我知道你会来，我时间不多了，有些事你必须知道。我叫黎薇，如果你听到这段惨带，说明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下面这些话我必须在宋景不在的时候录下来，我只来得及说一遍，听清楚。第一，不要相信他的任何医学诊断，他能伪造全套孕检。第二，方瑜不是他的同谋，方瑜是被关在地下室里最久的人，他帮我逃出去过一回，就是那一回，他找到了我把柄。方瑜有个习惯，他和你说话时会用右手碰你的手臂，但他的右手没有力气，不会真的碰到皮肤。如果哪天他用右手捏疼你了，那一定不是方瑜。黎薇说方帮他逃出去过一回，方瑜告诉我，黎薇那件事从头到尾都在他意料之外，有一个人在说谎。你下去那么久，找到你要的东西了吗？找到了，我找到了黎薇。他说了什么？他说你帮他逃出去过一次。他说了这个。不是黎薇说的那个方宇。苏池，如果你真的找到了黎薇的留言，你马上就能明白，我不是他的同谋，我是他最成功的失败品，失败到他不忍心销毁我。我不需要明白，现在你听我说，我要和他在6月7日摊牌，不是等他给我总结陈词，是我来给他。你要帮我或者不帮，你不用现在就回答我。你知道今天几号吗？6月5日。不，黎薇逃出去那天是6月6日。我知道。所以，真正的时间点是在这里。今天，黎薇不是在6月7日之前逃出去的，是正好在4年前的今天。林姐，帮我查最后一个日期，4年前的6月6日，当天有没有什么异常记录？任何记录都行。有一条报警记录，接警内容噪音扰民。报警人说听到隔壁地下室有打斗声，出勤人员到现场后没有发现异常。结案标注：家庭内部纠纷，未发现可疑情况。地址：我家。苏池，你确定要等到明天才收网吗？不用。如果4年前的今天，黎薇能从这扇门逃出去，那这个日子的规则就不是他定的。6月7日凌晨4点，雨停了，整栋房子幸大的寂静。楼下极轻极轻的一声门轴转动，地下室的门开了，这比他的预期提前了3个小时。我一直在等天亮，但你比我先坐不住了。我选择在这个时间，是因为6月7日的第一个标记发生在凌晨5点左右。你的母亲？我的母亲。我7岁那年6月7日凌晨5点多，楼下传来一阵闷响。我跑下楼的时候，地下室的锁不见了。我妈用我从来没见她用过的力气，从里面把锁卸掉，把自己关在了里面。此前写过一些东西，写了2页，每一页中间都有一句话被重复写了很多次。没有人真的看见过我，所以我决定让所有人都看见她，用复刻的方式，一遍一遍地重现她的骨骼、声道、
走路的姿态，他生前没有被任何人注视过的部分，我让10几个女人替他表演。我知道。叶子是第一件，黎薇应该是最接近的一个。她下颌角和我母亲，但她怀孕。你知道一个人怀孕会导致面部有多少变化吗？浮肿、咬肌收缩、颌骨微移动，她的身体形态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你终点他。我今天和你说这些，苏池，不是因为你需要知道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需要被收束。一个能听到最后的人，一个我选中的最终见证者，才算能真正的看见过我母亲，那个人就是你。这故事不是今天凌晨开始的，他第一次被收束是在4年前的今天。李薇那天不是你终止的，他是自己把自己踢出程序的。你一直不敢提他，不是因为他偏离了你的程序，是因为他做到了你所有作品都做不到的一件事。这是黎薇的遗言，他说了4件事，其中1件，那个人不是方宇，是你。他知道你孩子的事儿，也知道你对你母亲的情感。他要从地下室里逃出去，靠的不是换锁，不是同谋，是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你妈妈。你的记录写他是程序偏离，不是失败。偏离是你在最后一刻选择放他走的。林姐，带人进来吧，游戏结束了。没有人会再复刻谁。方瑜在检察院聪作证后，被安排进了新的城市、新的身份。宋瑾在6月7日当天被批捕，对整个流程没有抵抗，没有辩驳。那栋房子的钥匙被交给了林宇，房子封存作证物。我找到李薇了。他在哪儿？南方一个小镇。他当年跑掉之后没有报警，因为他怕宋瑾再找到他。他说他一直记得磁带那件事。他说谢谢你。他还好吗？还好。